男人带着女儿出门逛街，却遇到小混混撞掉冰淇淋，还出言不逊。You heard what I said. What? You want to start some shit? And what's your language too, eh? Oh, piss off, fuckwit. 男人笑了笑就转身离去，可路过下一个路口，又碰见那两个不长眼的混蛋了。他先把女儿安顿在车上，说爸爸去买个报纸就回来，转身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到混混面前。You right, old man? 只用一脚就让另一个小混混化身博尔特，跑的是真的快。雷哥一笑，生死难料。Hello， 大家，我是约翰，爆爽澳大利亚剧《中间人先生》，为你献上。雷哥是个重情重义的顶级杀手，但也和所有人一样不想上班。闹钟响起，他不情不愿地起床做了个发型，随后来到工作的地方。雷哥本职工作是厂子的安保，偶尔接一接兼职。这天老板给他找了个活，说有个老赖一直欠钱不还，有时间可以去处理一下，还让他带上小弟尼克，教一教小年轻怎么混迹江湖。第二天他们来到欠债的老赖这里，新人进入角色，上去就一把拽住老赖大脖领子，然后一顿拳打脚踢。但这种招数对老赖可行不通，说什么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雷哥注意到他手上的婚戒。 How long you been married, Terry? 12 years? 雷哥拿过钱包，发现真的比脸还干净，可雷哥却反其道而行，拿出老赖的全家福，并在里面找到他的家庭住址。雷哥用笔将其记下，随后吩咐尼克在这里看着他。老赖当场就给吓尿了，连忙拦住雷哥。 I've got the money. Yeah? I just have to go get it, okay? 雷哥一听也是喜笑颜开，早这样不就好了？他让尼克和老赖一起去取钱，全家福和地址则他就先留着，就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欠债不还了。晚上，雷哥带着老板的命令找到一个小混混，此人在赌场私吞他们大量钱财，老板还特意交代，稍微惩罚一下就行，千万别给人整死了。雷哥思索了一下，然后微微一笑。雷哥看时间还早，继续下一个任务。他来到停车场，挟持了一个短裤男，并将他塞进后备箱，然后开车来到荒郊野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铁锹。可突然感觉风太大，吹得头顶有点冷，也没有心情挖坑了，于是将武器上膛，打开后备箱，将男人放了出来，并嘱咐他帮忙挖个深一点的坑。看着雷哥手里的家伙，短裤男一边走一边说他抓错了人，还一直问他给谁办事，但雷哥根本不给他机会沟通，感觉自己挖得太快，还往回铲了一点。The dirt's supposed to go outside the hole, pal. Alright? 眼看自己的计谋被识破，短裤男决定放手一搏，趁雷哥点火的功夫，男人抡起铁锹就冲了上来。Can you tell my family that I... 差点因为抽烟被反杀，雷哥当场决定戒烟15分钟，随后拿起铁锹把坑埋好。然而当他回去交差时，老板却告诉他我们搞错了人，目标根本不是短裤男，是自己判断失误了。雷哥依然保持微笑。 Next time, make sure you got the right fucking guy. 毕竟他是一个杀手，也没有办法避免这种问题。到了晚上，善良的雷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短裤男家里，将这次任务的佣金塞给了他妻子，这也是自己能为他做的最后一点事。雷哥就是这么恩怨分明。然而就在这天，他的好兄弟戴伦却被人揍进了医院，这显然已经触碰到雷哥的底线。看着好兄弟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他发誓要让动手的人付出血的代价。他找到小舅子了解情况，原来两人在和黑帮做交易，不料对方黑吃黑，不仅抢走了货，还打伤了戴伦。雷哥很疑惑，他们怎么没打你？小舅子抡起拳头就开始吹逼，说自己把对方打得屁滚尿流。可当雷哥看到他的手完全没有一点打人的痕迹，便知道这里必有蹊跷。但在医院他也不好下手。当天晚上，雷哥直接闯入小舅子家，为了问出事情真相给兄弟报仇，他上来就是一个飞踢，然后拿出手铐将其铐在暖气片上。雷哥让他说实话，可小舅子还是嘴硬，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就挨了几拳。雷哥告诉他，这才是打完人该有的拳头，然后拿出一把小刀，扯下他的裤子，警告他再不说实话就让他变成可拆卸的。小舅子无奈只能叫来自己的朋友，结果被他一番逼问，雷哥当场蒙圈，这个臭小子竟然连同外人设计他的姐夫。戴伦不肯服软，才被打进医院。 They got names? 得到施暴者的名字，雷哥也是毫不客气，直接闯进对方家里，上去就是一脚，这满地的玻璃碴子够他缝上几百针了。接着又找到另一个混混，瞬间在卫生间里结束战斗。这就是雷哥的行事作风，欺负自己的兄弟绝对不可饶恕。随后他来到医院看望戴伦，他表示那些欺负你的人我都解决了，你就负责安心养伤。戴伦感动的都要哭了。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老板得知此事便将雷哥叫了过来。原来被他暴打的那几个混混是老板女婿的哥哥的手下，这次叫他来是想让雷哥低个头，别伤了自己人的和气。老板的面子他必须得给，于是双方约了个地方见面。可这个小头目却一点都不上道，进门就开始口水四溅。雷哥也不是好惹的。 You just keep your guys in line, mate, okay? And then I won't have to do it for you.
老板深知雷哥的脾气，也知道自己这位黑老大亲戚在想什么。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Trust me,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另一边，戴伦趁着老婆不在家，偷偷掏出珍藏的小电影，自己的小舅子却突然破窗而入，对姐夫他是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上去就是一枪托，还让他把家里的现金都拿出来，摆明了就是要抢他。戴伦只能乖乖照做，趁着下楼的功夫，连忙给好兄弟雷哥发了求救信号。虽然只有简短的2个字，但雷哥知道戴伦肯定是遇到了麻烦。这边戴伦找到了保险箱，可他却说自己把密码给忘了，应该是记在哪个重要的位置。小舅子信以为真，两人便开始上楼寻找，在厨房里翻腾了一会，他又说可能是被你姐藏了起来，你要是着急，我可以试试破解密码。就这样，两人又返回地下室，而戴伦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等雷哥救场。小舅子等得有点不耐烦，最后给了他3分钟时间，打不开就送他领盒饭。戴伦硬是拖到最后，才磨磨唧唧地打开保险箱。小舅子拿到现金，还安慰了一下姐夫。Well, brother, I'm rough with you. Bad feeling. 小舅子兴高采烈地向楼上走去，下一秒就被丢了下来。好在雷哥及时赶来将其拦住，戴伦让他干掉小舅子，可雷哥却一脸不愿意。Who's your fucking brother-in-law? Yeah, I know. 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do it. No. 戴伦只好亲自动手。随后两人拿着防水布准备将尸体运走，他们正要去开车，却发现戴伦的女友回来了。好家伙，在自己家里干掉女友的弟弟，却要是被发现，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戴伦连忙上楼去应付妻子，然后从厨房拿来一把刀，让雷哥把小舅子给剁了，这样方便运送。他则上楼去打掩护，可还没等他跟老婆说话，楼下就传来一声怒吼。小舅子赶紧跑到楼上，看到姐姐在家，他赶紧抓住救命稻草，说什么姐夫想要杀了自己。戴伦两人也懵了，被一枪打中脑袋还能活下来，难道小舅子脑袋里是空的？看到女友不问缘由的向着他弟弟，戴伦一气之下将两人赶了出去。这下好了，两个老光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决定同居。不过小舅子运气也属实逆天，子弹竟然打中了天灵盖最硬的部位弹开。雷哥从业杀手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天雷哥过生日，戴伦决定给好兄弟一个惊喜，那就是男人的大玩具帕切特冲锋枪，绝对让人爱不释手。戴伦将西瓜放在木桩上，让雷哥试试手感，但也正是这把枪，日后救了雷哥一命。到了晚上，雷哥在阳台卷起一根旱烟，然后拿舌头舔了舔，可他突然发现自家楼下停了一台陌生车辆，他拿来望远镜，果不其然，面包车上2个小年轻混混一直盯着自己家。雷哥一下就想到老板女婿，这很有可能是他派人来这里灭口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开着车大摇大摆地从面包车旁边路过，经过一个弯道后，那辆面包果然追了上来。雷哥一脚油门开到了废弃仓库前，随后取出好兄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躲在车头静候杀手的到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人就解决了2车的小混混，但黑老大的报复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一早，他刚出门就被杀手盯上了。 Get across.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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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 Move, move, move. Get over. 很明显，这就是黑老大的人，因为后面那个傻子就是他的手下，而旁边这位一看就是个职业杀手，做起事来很专业。既然是外包的，那就好办了。雷哥说：“黑老大，给你多少钱，我付双倍。”一句话直接让杀手犹豫了。他停在路边和傻子商量，最终两人研究了一个完美的计划，那就是拿了他的钱，然后再把他交给黑老大。殊不知他们已经步入雷哥的圈套。3人一路来到郊外，在一个老房子里找到保险箱。杀手问他密码，可雷哥却表示自己将密码忘在家里了。随后又告诉他可以用切割机打开。两人感觉被耍了，于是将雷哥塞进后备箱。紧接着来到五金商店门口，杀手叮嘱傻子一定不要离开，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叫我。傻子满口答应，可当杀手离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存货了，全然忘记队友叮嘱自己的话，大步流星地走向超市。可就在这时，2个瓜娃子路过停车场，看到一辆车竟然连窗户都没关，这要是不偷就是对车主的不尊重。两人将车子打着火便离开了这里。当杀手出来后愣在原地，车子还能自己长腿跑了。这时那个傻子出现在身后，他这才知道车子被偷了。杀手连忙去五金店买了把尺子，随便偷了辆汽车四处寻找。与此同时，2个偷车贼把车子开到汽配厂销赃，将它交给老头后便拿着保险箱离开了。这下可发达了，老头将车子开进仓库，准备拆件让这台车彻底消失，可他却突然听到后备箱里有动静。 Who the fuck are you? 老头不想惹上麻烦，连忙将车子扔在了郊区的一个小树林，然后下车就跑，连收来的车子都不要了。好家伙，这剧里的人几乎全是博尔特。听到外面没了动静，雷哥一脚踹开后备箱，却发现抓自己的杀手通通都不见了。
他人都傻了，这些同行杀手怎么这么不靠谱？随后他开着车回到小镇，来到一家快餐店填饱肚子，可身后响起的电话铃声让他愣住了，这不是自己的手机吗？他留了个心眼，跟上那2个小混混，原来就是他们从杀手那偷走了车子，现在2人要去老头那取走卖车的尾款，可他们刚见面，老头就急眼了，他问2人被关在后备箱里的是谁，他们也是一脸无辜，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因为那只是偷来的车子，随后拿出保险箱让老头帮忙打开，然而他们刚开始操作 Fuck. Hey, Bernie. 老头一眼就认出了雷哥，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雷哥想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自己又是怎么逃脱杀手的掌握。2人表示自己啥也不会说的。I do MMA, cunt. Yeah, fuck him up. 好家伙，挨打的一瞬间他就把全部经过都说了出来，生怕雷哥的大脚狠狠印在自己的脸上。雷哥让他把手机交出来，混混乖乖照做。做完这一切，他拿着保险箱回到车上，可2个杀手简直是阴魂不散。雷哥解释了一下事情经过，但杀手却根本不信他的鬼话。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他们直接开车来到雇主的约定地点。不出他所料，雇主正是几天前被自己得罪的黑老大长毛。长毛让他拿铁锹给自己挖坑，体验一下被活埋之前的绝望。随后他又警告杀手，我让你把人带来，没让你去四处寻宝，再有下次连你一起埋了。原来傻子将这一切都告诉了老大，包括雷哥那个保险箱，就是因为杀手贪财，差点让雷哥给跑了。长毛让傻子把保险箱拿来现场打开。看到这一幕，雷哥心里乐开了花。此时他面前的土已经堆得足够高了，只需要傻子再加把劲，今天就能提前下班了。一声巨响，原来这都是雷哥的套路。作为一个职业杀手，自然会给自己留一些后手。这个保险箱就是他关键时刻用来保命的。随后他挨个补刀，自己告诉过黑老大别惹自己，可他却偏偏不听。今天就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此时现场只剩下他和另一个杀手，但雷哥却放了他一马，因为他知道人家只是拿钱办事，2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临走前还送了他一辆黑老大的座驾。That's yours. Are you Raymond? Forget it. No, I'm not gonna forget it. 送走了同行，雷哥继续挖坑，他要趁天黑之前将现场处理干净。次日，雷哥正在一家武馆练拳，教练临时有事，让他帮忙照看下孩子。看到这些没到他腰的小家伙，雷哥决定陪他们练一会。第一个就是被他们称为大姐头的小女孩，她说自己练过几年柔道，雷哥不屑一顾让她放马过来，可下一秒，雷哥一下被锁在地面动弹不得。他作为一个职业杀手，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不过这个大姐头确实有2把刷子，直到雷哥昏厥才放手。当教练回来后，雷哥才恢复意识。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下手是真的狠。后来雷哥送女儿去上学，可到了学校门口，女儿却不想下车，这才知道女儿遭到了校园软暴力，有一个女孩一直针对他，还给他起了各种外号，甚至煽动同学孤立他。作为杀手，雷哥只是让女儿去告诉老师，学校里的事就应该在学校里解决，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当天晚上，女儿回来后还是闷闷不乐，她表示自己告诉了老师，可对方竟然变本加厉，甚至在同学群里涂鸦她的照片。看到这儿，雷哥知道这是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第2天，他找到那个女孩的家长，可这人跟他孩子一样混蛋，不仅没有意识到错误，还让来解决问题的雷哥赶紧滚蛋。Do you think you scare me or something coming around here? Then I'm gonna call my brother. He's a cop. It's scary. You gonna go now or? Don't be a dickhead. 不得不说，警察的效率确实高。雷哥刚回到家，女人那个警员哥哥就找上了门。2位警员说他涉嫌恐吓平民，又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殊不知他们在雷哥眼里只不过是跳梁小丑，自己想要动他们就是分分钟的事。但雷哥没有这么办，简单几句话就打发了他们。既然对方这么不识抬举，那雷哥也没必要跟他们客气了。随后他来到拳击馆，和那个练柔道的大姐头打了声招呼。学校的卫生间里，那个欺负人的女孩刚出来。You Taylor? I've heard that you've been bullying my friend Brittany. What? You bother Brittany again, and I'm gonna rip your head off. Got it? 看来想要终止暴力，那你只能比他们更狠。如果杀手身边的卧底被发现，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下场？雷哥为了试探心愿，将一些不疼不痒的信息透露出来。卧底得到情报，假装下去买宵夜，然而他刚下楼就直接走向公用电话亭，可刚拨通电话就被雷哥抓了个现行。So, Jack or dog? Jack. 雷哥将卧底带回据点，老搭档戴伦表示，按照江湖规矩，2五仔最轻的惩罚都要被活埋。于是3人坐上车，一路来到荒郊野外。男人表示自己什么情报也没得到，但如果你们干掉我，我的上级联系不到我，一定会盯死你们的。雷哥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So what's your real name?
It's Nick. 卧底很聪明，知道以自己的优势和他谈条件。随后雷哥找到老板，因为卧底就是他派给自己的。老板为了补偿，给雷哥派了个佣金高又轻松的任务。第二天，他来到老板手下这里查看任务进度。一进门，他就发觉这两个小老弟极度兴奋，很明显是磕害了。两人表示自己的活已经干完了，还带雷哥过去看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俩人竟然把尸体直接扔在了后备箱。最要命的是尾门还是透明的，就差告诉警察我就是凶手了。雷哥立刻给老板打去电话，他表示这俩人很快就会被警方找到，并且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卖掉。老板无奈只能让他把两人一并处理掉。雷哥趁机加价10万块，保证他高枕无忧。老板直接来了火气，但转念想了想， Yeah, deal. 等到天黑，雷哥偷来一辆小汽车，他可不想开着那个透明尾门的车上路。随后几人出发前往郊外，两个小老弟还不知道自己要大难临头，才开到半路，后面的臭小子竟然拿起白面就要吸。雷哥可不想闻， To the left. Fuck off. 狗看他不听劝，一脚刹车帮他灭火。气急败坏的瓜娃子直接掏枪，嘴里还骂骂咧咧。为了让他闭嘴，雷哥猛打方向盘撞向路边，后座的瓜娃子直接飞出车外，看样子算是废了。副驾驶也身受重伤。雷哥下车查看，正好看到燃料泄漏，他灵机一动，掏出打火机轻轻一点，这下连挖坑的力气都省了，白赚10万。雷哥的办事能力毋庸置疑。这天又有一个大单找上了门，一个黑帮的2把手想要干掉老大，而这个老大他还认识，既然有钱赚，他自然不会拒绝。不过杀熟人要加钱，一口价30万，先付1半定金。 Catch you later. 根据雇主提供的情报，黑老大会在明天一早抵达这里。天色渐黑，雷哥让戴伦在这里随时准备接应，自己则穿着吉利服出发前往狙击点。他找了一个制高点，架好狙击枪，一趴就是一夜。第二天一早，不远处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他立刻起身准备行动，可刚要扣动扳机，却发现黑老大的父母在场。当他看向一旁的保镖，雷哥又傻了，那不是之前被自己放了的杀手吗？没多久，黑老大独自走出房外，雷哥知道机会来了，他迅速向黑老大的活动区域转移，准备近距离结束战斗。殊不知热成像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看到被发现，雷哥对着黑老大的方向扣下扳机，可惜没打中。中心狗子这时也朝雷哥追了过来，可惜被几枪放倒。正在嘘嘘的戴伦被枪声吓得一激灵，连忙上车前往撤离点。这边雷哥已经暴露了位置，子弹铺天盖地的朝他袭来，他一路逃亡来到撤离点，好在戴伦及时赶到，雷哥侥幸捡回一条命。随后换成提前准备好的车子逃出升天，但雷哥又怎会善罢甘休？这天黑老大来便利店买东西，同行的竟然只有一个保镖。转过头刚好看到雷哥，他哪里知道雷哥就是要杀自己的人。熟人见面免不了一顿寒暄，雷哥趁他们疏于防范，一把将其推进车内，制服了黑老大。戴伦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此时黑老大也不再挣扎，在江湖混迹多年，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雷哥告诉他，你的二当家就是我的雇主。黑老大似乎早就知道，他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看错了人。随后他们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山顶，没有过多的言语。 I'll see you in your dreams. 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干掉了黑老大，必然会遭到对方心腹的报复。这天他来到树林深处练枪，可临走时，雷哥的狗子突然愣住了，干掉了一众废物杀手。雷哥这才看清，来人是二当家的手下大胡子。原来对方花重金雇自己干掉黑老大，就是为了现在找他复仇，再以复仇成功的名义上位。如意算盘想的珠子都蹦到脸上了，但可惜碰上的人是雷哥。几个回合下来，大胡子没占到便宜，于是利用自身优势扑向雷哥。经过一番缠斗，雷哥抓住他的胡子，一口强吻了他的脸，但自己也被弄伤了眼睛。这下雷哥彻底怒了，直接一个摆拳，本想就此离开，可当他回头看到躺在地上的修狗，恨意直接涌上心头。他拿起铁锹了解了大胡子的生命，随后抱着狗子回到车上。看来真是给他们脸了，真当自己最强杀手的名号是假的。另一边，二当家找到保镖，告诉他咱们要干掉雷哥，为老大报仇。两人刚谈到细节，保镖突然抓住二当家的手，雷哥从身后一把勒住他的脖子。原来雷哥对保镖曾有不杀之恩，为了报答他，保镖自然要助雷哥一臂之力，制服了二当家。两人带着他来到一处郊区，看到他们真要下杀手，二当家连忙说自己有钱，只要放过他，60万如数上交。雷哥两人听到60万，两眼放光，狗子的仇也不报了，直接将他塞进后备箱。他们来到二当家藏钱的地方，根据他提供的线
线索，两人开始在草地刨坑。很快，雷哥便在底下找到了钱箱。不料二当家趁他们不注意，拔腿就跑。保镖突然被草地上的洞摔了个跟头。这时不知谁从暗处射来几发子弹，顾不上危险，雷哥连忙追了上去。走近才发现是戴伦被铁丝网绊倒了。被这么一耽搁，二当家早就不见了踪影。他们搀扶着准备返回草地。戴伦说现在非常危险，天这么黑又是满月。 So it's a werewolf, is it? Just saying. 雷哥无语了，没被狼人抓住，也被这俩二货给吓死了。在雷哥的带领下，三人回到草地，取出60万的钱袋，看着里面满满的现金，哥几个又可以挥霍一段时间了。Yeah, we're happy. Dirty. 雷哥正在和老板谈生意， Jesus, kill the fucking thing, will ya? 他这一嗓子蜘蛛倒是没啥事，差点把雷哥吓出尿来。看到老板胆小的样子，雷哥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You mongrel bastard! 事后，老板给雷哥介绍了一个大客户，和自己一样，这个胡子男也是个单身父亲，但他女儿珍妮已经失踪多年。有一个犯罪嫌疑人米勒，可因为缺少证据无罪释放，此人有侵犯儿童的前科。这位父亲坚信女儿的失踪和米勒有关，现在他又查出癌症，男人只想在临死前看女儿一眼，哪怕只是一具尸体，所以想委托雷哥去问个清楚。听到这，雷哥感同身受，他也有女儿。 自然明白这位父亲的心情。当天晚上，他直接闯入米勒的家里，并问男人珍妮在哪。米勒表示自己不认识珍妮，说罢就要报警。雷哥又怎会给他这个机会？手枪直接上膛，然后拿出手铐，男人只能乖乖戴上。雷哥又问了他一遍，只要告诉我珍妮的尸体在哪，我不会为难你。可男人的口风很严，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雷哥直接打开水龙头，当水盆灌满水后，他抓住男人的头发假发，硬生生的将脑袋瓜按在水盆里。雷哥没给他喘息的机会，拿出电棍就捅了上去。老头被电都要烤熟了，看他还嘴硬。 Where do you want it? Where do you want it? The Oakland Railway Tunnel! 老头终于招了，是他干的，那就好办了。雷哥直接带着他来到隧道，两人一直走到隧道尽头，按照当年的记忆开始挖掘，直到从里面拽出一个行李箱，一个小女孩就这样被他扔在这里。雷哥眼里露出一丝杀意。第二天，他把女孩的父亲叫了过来，父亲打开行李箱，看到女儿的惨状，内心只有无尽的痛苦。这个项链还是自己送给他最后的礼物。雷哥告诉他，凶手就在里面，要杀要剐都随你。父亲接过灯，走入隧道，来到凶手面前。 Hey, that you've caused. 善良的老父亲并没有痛下杀手，只是留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他走出隧道，雷哥以一位父亲的身份和他握了握手。 Thank you. 一句谢谢包含了这个男人多少无奈。雇主放过了凶手，但雷哥不会。此时的他，不论作为杀手还是作为一名父亲，都不会让这个凶手活着走出隧道。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一个职业杀手去女儿的学校做演讲，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同学们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雷哥想了一下，说是保镖。这个职业对同学们吸引很大，于是争先恐后的问他问题。 Yeah, mate. Have you ever killed anybody? Once. Really? What happened? This kid was asking me too many questions. 小家伙当场就吓尿了，雷哥乐得嘴都合不拢。等学校演讲结束，老板找到雷哥，说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昨晚越界了，因为争风吃醋揍了一个不该揍的人，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看在雷哥的面子上，老板可以把这事压下来，但这小子必须开除。雷哥无奈只能找到好兄弟，拿出一沓钱，让他以后另谋高就。临走时，他叫住雷哥，雷哥摇了摇头，让他拿着。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可第二天当他看到老板时，才意识到这事搞大了。原来昨天雷哥离开后，自己的好兄弟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竟然在满是监控的酒吧里打了老板，还抢了他的保险箱。以他对老板的了解，这事绝不会轻易罢休。 I know he's your mate and all, but I want him gone. 雷哥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任务。他找到好兄弟，并将他带到海边，但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雷哥劝他 You gotta go, mate. For what? You gonna shoot me? Do it. 重情重义的雷哥宁可不要钱，也绝不会对兄弟下手。他表示：“你可以选择去任何地方，我亲自开车送你，然后帮你重新开始生活。”听到这儿，男人知道自己给雷哥惹了很大的麻烦，雷哥的情他这辈子都还不完。如果将自己送走，老板也不会轻易饶过雷哥，他又怎么可能让兄弟为自己背锅？ I gotta go. Sorry. 又一位好兄弟永远离开了他。雷哥的兄弟并不多，但都是可以用命去交换的。雷哥在悬崖边上久久不能平静，可日子还得过。一个杀手带着2个女儿去逛街，小女儿麦迪要去挑选生日礼物，然而就当大女儿也缠着他要礼物时，雷哥却突然发现小女儿不见了。他找遍了商场也没看到小女儿的身影。他来到广播台呼叫，以为麦迪听到便会来这里集合，可等了半天也没见人影。紧接着来到监控室，翻到10分钟之前的录像，才发现女儿竟然被人贩子带走了。
放大了画面，雷哥拍了2张照片，临走时还嘱咐工作人员不要报警。他将照片发给老板，让老板查一下这个片区所有人贩子的信息，看有没有能对上号的。接着又把照片发给了好兄弟戴伦，让他帮忙调查一下到底是谁干的。随后将大女儿送到前妻这里，自己则根据老板发来的信息前往人贩子家中。他一脚踹开房门，再一脚给他断子绝孙。雷哥问自己女儿在哪，人贩子傻了，大哥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可雷哥不管那些，只给了他5个数的时间。可到最后人贩子还是一脸痴呆傻样，看来真的不是他。这下把雷哥急得头发都掉光了。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那就是老板的女婿，跟他有仇还知道自己身份的也只有他了。雷哥直接闯进老板家，强行将他带到车上。看他这一脸杀气，老板只能祈祷这是不是女婿干的。进门之前，老板告诉他千万别冲动。 Now, mate, this is family here, so just take it easy, okay? 好家伙，这下事情搞大了。雷哥问他自己的女儿在哪，女婿一脸蒙圈。他表示咱们虽然有仇，但我还不至于对小孩下手，而且经过岳父，也就是雷哥的老板调解，上次的事早就翻篇了。听完这番话，雷哥扭头就走。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营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他继续出发，前往下一个人贩子据点。与此同时，戴伦通过道上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大胡子有个兄弟认识照片上的人，随即让这位兄弟带路，他们假装买白面，消除对方的警惕，然后又借着买军火的名义四处查看。他发现有一个房间是用锁头锁住的，便问白毛：“这是你的军火仓库吗？”可白毛却露出一丝猥琐的笑容，说着准备带人离开。可戴伦也不是好惹的，临走前他一个华丽转身，用枪指住了白毛，一枪托就把他放倒在地。同行的兄弟直接绑住他的手。戴伦进入被锁住的房间，果然在一间密室里找到麦迪。他将大侄女带到车上，让她在这里等自己一下，然后返回房间，将所有人送进密室。这帮变态混蛋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接着将这里的信息发给雷哥，得到消息，雷哥火速奔向目的地。可以想象，等待这伙人贩子的将会是一种怎样悲惨的下场。这天，雷哥刚回到家，竟然发现12岁的女儿带回来一个男友。 Who are you? I'm Adrian. 雷哥差点就没忍住给他一拳。女儿的神操作让老父亲操碎了心。作为一名杀手，他可以轻松应对各种任务，现在唯一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女儿。这天，女孩趁父亲不在家，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手枪，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模仿电影情节，还扭动了上面的保险。女孩懵了，看着墙上的弹孔，如果被父亲发现，肯定会挨骂。她灵机一动，取下墙上的挂画，然后将鞋带扎在后面，刚好把弹孔挡住。最后将手枪放回抽屉，但她实在太天真了。当雷哥回来后，第一时间就闻到一股火药味。出于职业的敏感，他连忙查看自己的武器，果然弹夹里少了一颗子弹。随后质问女儿为啥要玩枪，可女儿却告诉他：“你要是家里不放枪，我就不会玩了。”果然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雷哥争论不过，便问女儿弹孔在哪。他拿下装饰画，露出后面的墙壁。雷哥取出子弹，径直走回房间，但女儿却缠着自己带他练枪。雷哥不想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随后将手枪锁进保险箱，以为这样女儿就能安心学习。可她太天真了，处于叛逆期的孩子，她永远不会懂。第二天，女儿晃晃悠悠地回到家，雷哥一眼就看出不对，这亢奋的情绪很明显是吸了违禁品。在他一番逼问下，女儿才说出自己吃了一种药品，是一个朋友给她的。雷哥瞬间就想到那个臭小子，未来女婿。随后在他放学回家的路上将男孩拦住，他一把抓住男孩，问他药片是哪来的。男孩硬气地交代了所有事情。临走时，雷哥还恶狠狠地警告他，再敢靠近我女儿，小心我让你这辈子都离不开轮椅。雷哥一脚油门踹到卖药片的据点，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让对方后悔来到这个世界。这天，雷哥开着宝马，险些撞到横穿马路的混混，对方不仅放慢了步伐，还口吐芬芳，路过时还一拳打碎倒车镜。雷哥没有说话，只是一脚刹车停在路边。论耍横，雷哥还没怕过谁。然而就在这时，刑警刚好路过，望看黄历出门的雷哥喜提银色大手镯。不过以他的履历，进牢房就跟回家一样，很快就跟狱友打成一片。这天在里面遇到一个熟人，雷哥和他寒暄了几句，临走时狱友打了声招呼。原来狱友是个新人，称呼兄弟在这里是瞧不起人的意思。要不是雷哥在场，这小子当场就得被一顿胖揍。身为老油条，雷哥在这里待得很舒服，而且还不耽误挣钱。老板以探监的名义给他下达任务，让他教训一个狱里的混混，但不要下死手。这个尺度对雷哥来说点难以掌握。与此同时，他的狱友就没那么舒服了。
因为上次得罪了卷毛，后来每次碰到他都会被教训一番。好在这回有狱警跟在后面，他才幸免于难。狱友连忙找到雷哥，询问他自己应该怎么办。雷哥表示这个很简单，你只要打服他，他就不敢惹你了，要不然你就会一直被欺负。狱友有点迟疑，雷哥给他做了个示范，他调了一杯滚烫的咖啡，然后找到老板让他下手的目标，一滴都没浪费。狱友懵了，这哥们下手是真狠呀！虽然这里过得舒服，但总在牢房里待着也不是办法，于是让好兄弟杀马找到被打的那个小子。由于他一直上诉，导致雷哥迟迟不能恢复自由。老弟还以为对方是来服软的，可他却想多了。画面一转，杀马带着他来到小树林，然后一把将他推进事先挖好的坑，又象征性的铲了几下土。老弟当场就被吓出尿了。I'm sorry. 就这样，雷哥第二天便被无罪释放。据说原告连医药费都不要了。然而他的狱友就惨了，失去雷哥的保护，卷毛也没有了顾忌。雷哥让他以暴制暴，关键时候却成了软蛋，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做认怂就要挨打。在雷哥进去的期间，有一个小团伙居然搞起了黑吃黑，一个小喽啰被他们派来交易。雷哥和戴伦准时赴约，正准备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可就在这时，一伙劫匪直接闯进交易现场，雷哥两人瞬间就被放倒。假装交易的小喽啰也趁机倒地，他咬碎嘴里的血包，做出受伤不轻的样子。但雷哥两人就惨了，劫匪下手是真狠，每一下都打在最痛的地方。当歹徒离开现场，雷哥和戴伦被揍得满头是包，小喽啰将两人扶到车内，却被雷哥看出破绽，自己和兄弟被打的手都抬不起来，这小子竟然还有力气扶他，他直接一脚油门撞了上去，敢跟自己玩黑吃黑，简直是活腻了。小喽啰被他绑了一夜，然后拿起电锯发动。随便用了点小手段，小喽啰就被吓尿了，接着打给他们老大，让他把那批货还回来，另外再拿20万赎人，否则就准备给你兄弟收尸。对方准时赴约，他们把那批货交了出来，但钱要等他放了自己兄弟才行。查了货发现没有问题，雷哥把钥匙扔了过去，可当小喽啰打开手铐朝他们跑过去时，对方竟然掉头就走，雷哥也没有阻拦，上车还给他打了声招呼。然而下一秒，雷哥径直走向一旁的石堆。你见过追着车打枪的人吗？雷哥自然不会惯着他们臭毛病，将对方团灭后，从老大兜里翻出早就准备好的现金。雷哥有点唏嘘，这就是典型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什么就不能好好交易呢？现在搞成这样多亏啊！他将抢来的现金分给2个兄弟，自己一分也没留。或许是想起曾经的自己，只不过这个老大缺少了一点运气。这天，雷哥像往常一样来到武馆练拳，打开门却发现里面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老板的儿子在收拾行李。雷哥问他这是什么情况，原来他父亲几天前跟人合伙做买卖，却被骗得倾家荡产，还给家里留下无数债务，最终老板没能挺住跳楼自尽，而那个合伙人却把这笔钱占为己有，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老板儿子为了给父亲报仇，用仅剩的一点钱雇了一名杀手，没想到那名杀手也是一个骗子，拿了钱却没办事。仗义的雷哥表示这是包在自己身上，这也是他能为老朋友做的最后一件事。随后他找到那名杀手表明自己的来意，胡子杀手却表示这跟你有啥关系，让他从哪来回哪去，不要多管闲事。雷哥笑了，今天这事他管定了。一个野蛮冲撞把瓜娃子镶在墙里，然后逼问他骗来的钱在哪。这小子被吓得语无伦次，一会说借给了朋友，一会又说让自己花光了，看来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雷哥直接将他扔进浴缸，大头朝下绑住双手，拧开水龙头。就这样，雷哥收回了骗来的钱。画面一转，他来到骗子家里，看到对方用着骗来的钱享受生活，雷哥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不劳而获的人。他让男人把钱交出来，可骗子却满嘴谎言说自己没钱。You know why I did that? Because I lied. Bingo. 随后他拿出一瓶强酸，别看这东西剂量小，但却足以把骗子融掉成一麻袋。 Hold on. I've got cash. I've got money. Whatever you want. How much do you want? 为了保命，骗子只能打开保险柜，但雷哥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害虫？他将财物通通打包带走，骗子则被他吊了起来，制造了一起畏罪自杀的假象。也正是因为他的仗义，这天老板的女友找上了门。原来就在不久前，老板欠下巨额赌资无力偿还，如今期限已到，对方放出话来，再不偿还就要他的狗命。女友想让雷哥出面跟对方沟通一下，毕竟光头雷在江湖上也算1号人物，作为报答他可以为雷哥做任何事。仗义的雷哥自然不会趁人之危，他直接来到赌场老板这里。 I'm not that generous. See up there? You tell that dickhead mate of yours if he doesn't pay what he owes in the next week, he ain't gonna be walking so good.
豪宅的主人这才闻声出现，他来此的目的就是让眼前的男人多宽限几天。随后雷哥报上自己的名号，对方没有犹豫，给足了他面子。当雷哥离开后 Do you know who that was? Some fucking clown? That was the magician. 为了感谢雷哥，老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此人名叫卷毛。刚认识便给雷哥派了个大单，让他押送一批货到指定地点，还让美女佐伊一路相伴。制定好计划，几人立即出发。卷毛在前面带路，雷哥和佐伊在后方跟随，两人一路有说有笑。这种任务对雷哥来说毫无压力。傍晚，他们在一处旅馆歇脚，雷哥和佐伊共处一室。几天的时间相处下来，两人日久生情，很快便交换了彼此的心意。一路上风平浪静，可直到这天终于出事了。前一秒两人还你侬我侬，暗送秋波，这下都老实了。雷哥倒是没啥事，佐伊却失去了意识，他连忙让卷毛掉头回来。然而就在这期间，一辆房车停在了路边，是一对旅行路过的老两口。雷哥想打发他们离开，不料这时佐伊醒了，老头连忙去拿急救箱。可就在这时，卷毛驾车赶到，看到现场还有外人，他竟然直接痛下杀手。随后将押送的东西和佐伊安置到卷毛车里。雷哥表示现场要处理干净，他让卷毛将佐伊送到医院，自己则开着房车寻找一处风水宝地。挖坑这种活在雷哥眼里都不是事，一年被他埋掉的人没有100也有80。做完这一切，他将房车里的痕迹处理掉，然后徒步来到附近的镇子，在超市买了把尺子，出去就把超市老板的车给撬了。看到这一幕，我才知道老人说的对，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到哪都饿不着。随后他开着偷来的车子跟卷毛会合，佣金早就准备好了，但佐伊却没能挺住，死在了路上。雷哥知道佐伊肯定是被卷毛灭了口，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无奈只能带上佣金离开了这里。看着路边撞毁的车子，雷哥思绪万千。这段路程虽短，但却有一段无比美好的回忆。他开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里就像人生的转折点，该去往何处，一切都要由自己来选择。失去一个喜欢的人，比杀了他还要难受。等到回去，雷哥想要金盆洗手。何戴伦在郊区打造林中小屋，可一个职业杀手哪有这么容易全身而退？这天，老板在饺子馆找到了雷哥，跟他说有一个仇家要找你，你想退休也得先把这事解决了。随后，他叫上好兄弟杀马，前往老板提供的地址，想要就此杀了对方的马，了结恩怨。可当两人到达目的地后，人都傻了，这里完全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他打给老板，却显示无人接听。然而下一秒，一架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他们头顶，紧接着一声枪响，两人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连忙起身躲到车后。看到不远处疾驰而来的汽车，他们来不及多想，立即上车逃亡。此时一众混混已经追了上来，手里的喷子成了催命的阎王。车子翻到路边，雷哥用力撞开车门，掩护杀马躲到铁皮箱后。他们闯进一处民宅，可好兄弟身负致命伤，根本等不到他们突围。杀马嘱咐雷哥一定要活着出去，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雷哥连忙答应。就这样，又一位好兄弟死在了他面前。好兄弟的离世彻底激怒了雷哥。此时，外面的杀手已经将这里团团包围，他们悄悄潜入房间。下一秒，雷哥来到身后，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个杀手被当场爆头。卷毛连忙反击，此人正是上一集杀了雷哥女友的那人。新仇旧恨，今天他要一起清算。卷毛一路逃到车上，可雷哥哪会让他得逞？几枪下去，打得车子失控撞向路边，再冲过去把子弹全都打光，以解自己心头之恨。画面一转，雷哥找到了老板，他知道是这东西出卖了自己，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竟然贪生怕死把自己卖了。不过看在往日的情分，雷哥留了他一命。Right, I'm so sorry. 不知过了多久，雷哥成功转型，当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这天他等来迟到半天的乘客，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不满，看得出来雷哥很享受这个职业。可在路上，这两个傻货却动起了歪心思，明明到了指定地点，他们却让他继续往前开。Someone might die out here tonight. Maybe, eh? 以上是中间人先生第1季的全部剧情，影片内容十分有限。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那不妨订阅点赞，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我是约翰，我们下期再见。